嘿，大家好，我是王，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啊！这一次我们来开箱的是来自追风者的 P400A 和 P300A 两款机箱。在上个月，英特尔酝酿了很久的桌面版10代酷睿处理器终于上市了。我们淘宝店也要更新相应的套餐啊，所以我就是在想，要不要也换一个新的机箱啊，换个新外观、新印象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到了去年在台北电脑展上面看到的追风者416系列的升级改良版P400 Air 系列。新的 Air 系列将416系列机箱正面的一整片的前面板换成了非常密制的冲孔网板。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大机箱进风的量，可以改善机箱内部的散热的情况同时这片东西它有一个半透明的效果，可以将机箱的风扇的RGB 灯效给它透出来同时这片面板它本身也有一定防尘网的作用。那么这一次我就把使用这种冲孔网前面板的P400A 和 P300A 这两款机箱都搞了回来它们都是250元到300元的机箱就来看一看这两款机箱哪款比较适合放在我们的主机的套餐里面顺便研究学习一下。OK， 先来看一下这个和416系列比较接近的这个升级版的 P400A 机箱吧。好，这次我们用大师之剑来开箱。这个多年前就有的包装箱的提手的 bug 到现在还存在，这样一抽它就会卡住在里面。好，继续开箱首先看到是说明书，值得学习。OK， 然后泡沫。出来了。好，再把这个 P300A 也给它开出来。这一次这个配件盒子放到外面来了。就标准的螺丝，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明书跟 P400A 的好像基本上一样。这一次就挺顺的。每次开这个新机箱，它摩擦就会带静电，然后之后就会电到然后我的手表粘上去了，尺寸好像小那么一点，比 P400A 要短一些，传说中的短风道。顺滑。OK， 那么接下来就是分析一下这两台机箱了首先是大号的这台 P400A 为了节省视频的时间以及方便大家了解，这里我们把硬件给它装了进去，给它塞满了将它变成了一台完整的主机同时我们自己装过一次、玩过一次之后对这两台机箱也会了解得更清楚一点。第一个来看的是正面这个作为卖点的冲孔网板它实际上是开了一堆直径为 1.5 毫米。间隔 0.8 毫米左右的孔，因为这个开孔比较密制，所以可以看到里面风扇的灯光效果完整的透了出来同时手放上去的话，可以感受到风吹过的感觉这个开孔对机箱风道提升应该挺大的等一下整个箱子看完之后再来跑一下测试看看。弯折处的硬度还可以中间会有一点变形，不过不影响使用，用很大力去按也没有说要坏的感觉。拆一下这个前面板，还可以，挺顺的。这一整片都是铁的弯折出来的，还可以。正面这里最多可以安装3个120的风扇，然后从预留的孔位来看，安装2个140的风扇也是可以的。过来是顶部，中间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电源键周边这一圈电源灯它都是带 RGB 的，然后上面这个偶尔闪一下的这个是硬盘灯。然后这里可以看到3个符号，开头我以为是触摸按键结果看了说明书才知道原来按钮在底下。这3个按键分别是重启、灯光模式的切换以及风扇转速调节。I/O 接口在顶部右侧这里是朝上的，感觉有一点容易积尘。防尘网是磁吸式的现在这个价位的机箱基本上都是这个配置了。
顶部支持安装2个120风扇或者是2个140风扇不过我们试过安装冷排不太行。它的顶部到主板的距离太小了，我们测试过安装240的水冷冷排加上风扇会撞到主板的供电模块。这个机箱要装水冷的话，还是装到机箱前面会比较好。好，把侧板拆开来看一下内部的硬件兼容情况。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侧板螺丝上面还套着一个塑料的盖子应该是用来压着钢化玻璃防止金属直接接触到玻璃导致爆炸什么的。机箱内部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这一张垂直放置的显卡了追风者的 P400A 和 P300A 机箱可以通过单独选购的这一个垂直转换支架以及显卡延长线，可以实现显卡的垂直安装。而且这个转换支架的安装机制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是直接安装在了原本的 PCIe 槽的位置上。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转换支架的固定螺丝是直接拧在原本显卡的螺丝位上面的。支架另外这边的固定方式，它又和显卡这个挡片是一样的。这种设计的好处是不需要把机箱做得特别的宽只需要利用原本的空间就可以实现显卡的束装把你的高端卡给它晒出来。缺点就是一张显卡束装之后，它就把所有的 PCIe 槽的位置都给它占用掉了像我们演示用的这一张 M121 的主板，它原本有配一张雷电3的这个扩展卡因为束装的显卡就挡住了位置，装不上去了。而且也不能放手办了，看放不进去了吧？不过严格来说，它的第一槽还是有空出来的。如果你的显卡没有这么高，同时你的主板刚好有对应位置的 PCIe 槽的话再多加一张扩展卡还是可以的。过来就是主板的支持，这里我们使用了一张 ROG 的 Maximus 12 Extreme 主板进行测试它是一张 E8X 的主板，比常规的 8X 主板要宽但是在实际的安装过程中，我们非常顺利的就安装了进去。在旁边这里并没有什么凸起的东西去限制主板的长度。从目测的情况来看，再长一点的双路的主板也是塞得进去的就是要小心背后会不会有螺丝什么东西导致短路。还有就是这个显卡转换套装单买比较贵，要199-200块钱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直接买连机箱一起的垂直安装板可能会比较划算那个只贵100块钱这样。使用 E8X 主板的话，长出来的部分会挡住机箱原本的走线孔位不过从硬盘扩展位的这个开孔那里走线也还是可以的。机箱正前方的水冷位默认最大支持是到280冷排，然后拆掉这一个挡片之后最大是可以支持这种2排风扇的汉堡牌的360水冷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把背面也拆开来看一下电源长度的支持这下面开了一个缺口，电源的长度要在这个范围以内才能通过量一下19.5公分左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原本的主要的走线孔位带有这个橡胶圈，旁边有带魔术贴的理线带，这几个关键的位置有凸起方便绑扎带。中间这里到侧板有26-27毫米左右走背线还是挺轻松的。主板的正后方有2个2.5寸硬盘的安装位。电源旁边这里的空间原本也有2个3.5寸硬盘的安装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装了这个360的汉堡牌和它有冲突，所以就拆掉了但它至少给了你选择嘛，对吧？然后这个地方还预留了几个开口，通过另外购买的硬盘支架可以在机箱的内部安装最多4个3.5寸的机械盘这个算是追风者机箱的传统设计了当然也是会和前置水冷有冲突好，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小号的 P300A 机箱。对比 P400A、P300A 最大的差别就是体积变小了。机箱长度从45、46减少到只有39左右，机身高度和宽度也少了1公分左右。因为同样是 Air 的后缀，所以机箱的正面也是这个高密度的冲孔网板通风的同时也有这一个防尘的作用就是上下的2块装饰板变成了红色。顶部前面的中间还是大大的电源开关键不过周围这一圈就没有了 RGB， 只是普通的白色灯了。同时其他功能键只剩下了一个重启而且移到了顶部，和其他的前置 I/O 接口放在了一起。因为机箱的长度缩短了，所以顶部只剩下一个最大14公分的风扇位。好，那么拆开侧板看一下机箱内部。P300A 的侧板做了一个无开孔的设计据说没有这么容易爆然后这些安装用的部件是通过强力的双面胶粘上去的。
在机箱的这个地方有一条白色的灯，是和机箱的电源灯连在一起的。不过我觉得在一片红黑之中有一条白色的灯比较奇怪，我觉得不接会比较好看一点。再次因为机箱长度的缩短，显卡的长度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前面加装了240的冷排之后显卡的最大长度就被限制到30公分左右了。不过因为有这个边框的存在，显卡还要再短一点才能进去27、28公分左右的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把水冷的风扇装到机箱和前面板的夹层里面的话这里倒是能再多出2.5公分的显卡空间来。我测试过，这个风扇确实是可以装到夹层里面的。说到显卡，从屁股的这个结构来看P300A 这一款机箱应该也是可以支持到刚才展示过的那一个显卡垂直安装支架的。主板这里标准的 ATX 版型肯定是非常轻松的，然后它离旁边这里还有点空间不过主板太极限的话，有可能会挡住出现的这些孔位。风冷散热器支持的话，应该是有到160几毫米，猫头鹰的 D15都是没有问题的。水冷散热器的支持的话，从孔位来看，到280的水冷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下面没有可拆卸的面板所以360的水冷就不能支持了。最后是背面，电源支持到18公分左右比 P400A 短了一点。主板背后这里也是可以装2个2.5寸的硬盘但是自带的硬盘架少了一个，要另外再买。3.5寸硬盘架因为空间的原因转了90度硬盘的安装要从机箱的正面这里进行。不过电源到硬盘架之间的空间有一点窄要接线的话，我感觉会有一点困难。主板旁边这里凹了一整块进去，走线的空间还是非常足的。同时，这些走线的关键地方也有这些凸起方便绑胶带。走起线来，我感觉还算是比较方便的。OK， 两台箱子都介绍完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测试一下这个新的冲孔网板的前面板对散热性能的提升有多大了。在这里，我选择了比较大台的 P400A 机箱来进行这一个测试同时我还找来了它的前身416机箱的这一个前面板。可以看到这个前面板正面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孔的金属，只有上下有透风口同时这个面板可以直接安装到 P400A 的机箱上面这样进行测试的话，变量就比较好控制了。顺便介绍一下这一次测试使用的配置首先 CPU 是最新的酷睿10代 i9 1090K 1220线程作为散热测试来说，这个 CPU 的发热量应该是足够的。显卡是技嘉的2080大雕，在我们的视频里面也出现过很多次了主要是肥仔不肯把它的2080 Ti 拆下来。CPU 的散热器使用了这个机箱能安装的最高规格的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是冷排两边都有风扇的，俗称汉堡牌的360的一体水。型号是 EK 的 AIO Elite 360D RGB这一个 EK 加更高端的360水冷，在之前的10代 i7、i9 评测里面也出现过现在终于更新到可以上市的正式版本了然后顺便也改了个名字，现在变成 Elite 了。EK 的这个正式版的精英版的360水冷冷头，除了上盖是金属的之外周围一圈还增加了金属镂空的装饰，看起来更加高大上了。对比普通版2600转的冷头水泵转速精英版是直接来到了3300转，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提升。风道的设置是机箱前面水冷的6把风扇进气顶部2把140的风扇排气后面1把120风扇排气。首先，我们用烟饼对风道进行了测试可以看到，在安装了冲孔网板的这一边，烟雾在产生了之后，立马就被机箱吸了进去，进风的性能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提升。然后我们开启了 IDA64和甜甜圈，进行了30分钟的 CPU 加显卡的双烤测试。最终出来的温度差距还是挺大的 ，CPU 和显卡的温度都低了7度左右同时显卡的风扇转速还低了不少更加静音了。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 ，EK 这一款新水冷可以将1090K 压到70多度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好，那么来总结一下在更换了这个新的冲孔网板之后，追风者这两款机箱终于摆脱了闷罐这颗称号我们测试过，在小的这个 P300A 里面配合240水冷也可以将990K 压到70-80度这样子。P400A 这款机箱除了顶部不能装水冷有一点可惜之外设计、外观、做工、散热性能、兼容性等都相当不错像这么高端的一套配置装到里面，散热表现也还可以在299这个价位，我觉得算是一款不错的箱子了。
而 P300A 则可以认为是在它的基础上对体积进行了缩小，对硬件的兼容性进行了一些取舍。P300A 更适合喜欢小机箱以及使用风冷散热器的人，前面不装水冷的话，显卡的兼容性也会更好一些。在差价只有50块钱的情况下，我个人会更喜欢 P400A 多一点，毕竟谁也不知道之后会升级成什么样的硬件，机箱兼容性好一点就能用得更久一点。好，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同时，如果你对电脑主机、电脑硬件、电脑外设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铺看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到淘宝店铺页面搜索“一王的藏宝阁”就可以到达了那么下次再见，我是一王，拜拜。